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大的。对不起，请让让。梅姐被奶妈这1万点暴击伤害，气得去镇外凉亭施茶给肚里宝宝祈福。不料一对流浪至此的兄妹，竟用他们精心熬煮的茶水洗脚。本就一肚子火的梅姐当即就要发飙，结果靠近时却听见你老公死得不明不白，你这样逃出来，谋杀亲夫，最多不刑。但是我老公是被我大伯给毒死的，受罪伤残呐。原来妹妹叫杨秀珍，她老公被亲大哥大嫂毒死，而大嫂的哥哥是山西布政司，幸亏丫鬟及时发现，偷偷将他送出。身怀6甲的她这才一路颠沛流离，跟着二哥逃到了广州。但怎料二哥这个烂赌鬼嗜赌成性，把阿珍携带的所有财物输得精光。他见事情已经败露，更是以50两的价格将阿珍卖给了刚好路过的好友杨青。而这种谎言在双方见面的那一刻瞬间不攻自破。知道了被骗的杨青果断去追二哥，两人在争执中，二哥一不小心跌落悬崖。杨青见状赶紧飞身跳下悬崖去救，但由于两人重量实在太大，二哥最终不幸掉落崖底领了盒饭。与此同时，杨青被战斗力只有6000的斗战胜佛救回地面。老爷，有一个救不了，摔死了。老爷非常欣赏杨青的见义勇为，送给他一把扇子，好证明二哥的死与他无关。而另外一边，众人等到天黑也没等到杨青两人，梅姐只能将阿珍先领回家，并且将今天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全叙述给宋世杰听，想让宋世杰重新出山给阿珍翻案。这个女人的老公是给这个女人老公的大哥跟这个女人老公大哥的老婆给毒死的。这个女人的老公的大哥跟这个女人老公大哥的老婆还陷害这个女人，讲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的老公。幸亏这个女人有个丫头告诉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连夜跑了出来找这个女人的二哥。谁知道这个女人的二哥又爱赌又没人性，骗光了这个女人的钱，还把这个女人卖给了这个女人的二哥的本家兄弟去做老婆。简单的剧情被梅姐说的晦涩难懂，宋世杰不停的拍手表示赞同，结果下一秒他撒腿就跑，因为他在封笔前曾发过誓，一旦再次替人打官司告状，自己就会一辈子没有儿子。见到这副畏畏缩缩的性格，梅姐大骂他没有一点男子气概，表示现在是为正义重新执笔，发的毒誓根本不会应验。但饶是如此，宋世杰依旧不为所动。而到了当天夜里，梅姐趁宋世杰熟睡之际，将他打扮成贵妇模样，讽刺他如今性格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梅姐她则天一亮就带着阿珍到衙门击鼓鸣冤。不过此时的胡知县已经退休，新上任的知县是屁王何鲁大。师爷，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回大人，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姑且先念来听听。是。可师爷念着念着，差一点当场崩溃，因为梅姐认识的字数有限，一旦遇到自己不会写的汉字，他就用叉叉和圈圈代替，这让何鲁大听得一脸懵逼，便询问梅姐圈圈是什么意思。她老公啊。接下来代替的叉叉圈圈更多，只能每一句都让梅姐解释翻译。与此同时，宋世杰火急火燎地来到县衙，却被守门的瘦虎肥龙拦住。理由很简单，他封笔归隐的消息早已人尽皆知，如今没了壮士身份，衙役们自然不会阿谀奉承于他。宋世杰赶紧切换笑脸模式，表示今晚的消费全由自己买单，让瘦虎肥龙通融一下放他进去。不过由于何鲁大定了新的规矩，闲杂人等一律在公堂外等候，瘦虎肥龙根本不敢顶风收受贿赂。而这时的何鲁大已经被叉叉圈圈搞得头都大了。最后是叉叉大老爷你全家的圈圈。混账，简直是狗屁不通啊！而当得知梅姐老公是宋世杰时，何鲁大顿时收起嬉皮笑脸。他早听闻宋世杰颠倒黑白，说是本地的地头蛇也不为过，于是给梅姐冠上刁妇罪名，下令打她30下嘴巴作为惩罚。目的很明显，何鲁大这是在杀鸡儆猴立官威。对于这种鬼机灵点子，宋世杰自然心知肚明。见爱妻被揍得如此凄惨，他当场发誓正式收回铁笔，就算因此断了宋家香火，也要做回壮士为梅姐讨回公道。但不料这种决定却遭到了乡亲们的极力阻拦，众人以牌匾是乾隆皇帝御赐为由，不让宋世杰上去摘下铁笔。闻听此言的宋世杰当即炸毛，当初放上去时众人大力支持，现在故意刁难，明摆着是有人从中作梗。众人见这招不行，又话锋一转，以此地是风水宝地，一旦上去便会破坏藏风纳气的风水，一声声为他着想，一句句有违祖训，令宋世杰知道再说下去也毫无用途，于是示意妻子准备动手跃上牌匾硬抢。这种武力操作可谓正合梅姐心意，当即带着宋世杰施展轻功跃上牌匾，毫不费力地拿回了铁笔。果然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苦口婆心都是白搭。好棒啊！铁笔重出江湖，黎民得以伸冤。哈哈，好妈了！这一句话是我讲的，你每次都要抢着讲。为了平息乡亲们的怒火，宋世杰推出1车黄金让大伙平分，这才顺利将矛头东霍西引。就在他们研究如何公平合理分黄金时，宋世杰恢复壮士身份来县衙告状。而这一次的何鲁大见到他如同见到多年好友一样。久仰，不敢，用过饭没？用过了。宋先生，辛苦。何大人，
有了，请。宋世杰，来呀！本官未到你之前就听说你既是能言善道，而又能颠倒黑白，是不是？宋世杰当即以他体胖如冬瓜，五脏六腑上下通一气，暗讽何汝大是屁王回怼了过去。然而这还都是常规操作。接着宋世杰以坊间传闻和儿童戏言，继续讽刺何汝大是个残次品，以及他的智商和猪没什么差别。一番滴水不漏的言语，不仅撇清这些传言和自己没半点关系，还让何汝大找不出半点反击之处。再一次用实力证明省城第一壮士，嘴炮的输出能力有多强。何汝大见不是宋世杰对手，立即盘问阿珍状纸上丈夫被毒杀一事是否亲眼所见。可阿珍一到关键时刻嘴就磕巴，一旁的梅姐赶紧替她叙述当晚之事。随着一番有理有据的案情解析，再加上人证物证俱有，何汝大只能派出瘦虎肥龙前往山西，把阿珍的大哥大嫂带回广州当堂对质。本以为如此就可以正常退堂了，怎料宋世杰一把拦住何汝大，明里暗里提醒对方审案前暗伤自己，往大了说就是有辱斯文，按照当朝律例，最少也要赔个几十两才能了结此事。发现自己又被宋世杰下了套，何汝大只得乖乖交出50两稀释宁元。这关呢？关呢？关呢？很快，瘦虎肥龙来到山西，布政司这才知道妹妹姚田氏犯下命案。他当即表示，此事如果属实，自己也会亲手秉公办理，毫不留情。但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正义的好官，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愚孝。与此同时，知道命案暴露的姚田氏夫妇赶紧梨花带雨的求老母亲救命。这一下算是抓住了布政司的七寸，在老母亲一哭二闹三跳河的胁迫下，终于答应尽全力出手相助。于是，老母亲喊来最信任的阿基和阿老，让两人带着布政司的亲笔密函，赶在瘦虎肥龙带姚田氏回广东前，花大价钱疏通知县何汝大。可这两个卧龙凤雏到了广州，却碰巧住进了宋世杰开的客栈。